任弟，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赶紧把郭飞放了。在我们的人上来之前，你有几分钟的时间，他随你怎么处置。就是因为你，他们才会把小郭当成郭鹏给绑架了。如果按照这个户型，我们大胆的推测的话，这应该是个老式的塔楼。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这。我们准备突进去。周先，听我说，不要往里闯，这是个陷阱。那这玩意儿的覆盖范围是多少？辐射的范围应该是3公里左右的半径。千万盯住，记住，时间差是关键。你怎么开车的你？你左转你不打灯啊？别人打电话了，已经找到被叫号码，离支队只有不到3公里。他们要绑的是你儿子！赶紧别上！如果你们还认为他会大发善心的话，我就只能在这儿给我弟弟收尸了。你也别乱想了，得多休息。你说的对，我是该休息。告诉洛西夏，小博要是有事儿，我让他儿子陪葬。儿子怎么样？他不行了。就说任波一直在抢救，还处于昏迷当中。你为什么要骗我？你弟弟不会再活过来了，我都记起来了。郭鹏的帽子不是我戴在你弟弟头上的。之前白天那个人，不是你呀。站住！往回退！这次去江州核查案子，但更重要的是查一下这个安藤，那是我有熟人能搞定的。哦，对了，刘英在地下车库的2层等你。出事了，他被周迅盯上了。就按之前商量好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立刻切断所有的联系。走地铁站，同志对你叫增援。你现在赶紧回去，等我消息。到现在已经过了9个小时了，会不会他已经逃离这个区域了呀？不可能，除非他长翅膀了。哎，风，不好意思，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给你打电话。继续增加人手，就是挖第3尺，要把他给我挖出来。千万别乱动啊！关宏宇，我不可能让你每回都跑掉的。我这边出了点事儿，首先就是你要寸步不离的跟着老关，最后就是你们2个要开一个房间。不就是想盯着我吗？昨天你半道上截下了叶方舟，跟着我和关宏宇的，恐怕不止他一个的人。谁让你杀我那个人？那还有谁啊？不清楚，但肯定是有人在帮他。出来吧，等会儿就迅来了。而且是个高手。为什么要帮我？是你们的直说。你好，我们是从京港来的，我们是想找您调查和核实点事儿。董先生，您这方面挺有品位啊。您别看我收藏红酒，但是我却不怎么喝。你知道现在一瓶82年的老废酒市价多少钱吗？不会低于5万，61年的就更贵了，差不多得30万块钱吧。关老师，屋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少。少了这个。虽然现在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但是通过我们走访董前发现的疑点，再加上他事后莫名其妙就失踪了，我觉得这事儿有必要继续调查下去。那你需要我们怎么配合？要不你把那个胡强给押过来吧。这该往哪边走啊？都看见车了。往这边。哇，关老师，这路面上连轮胎的痕迹都看不出来，您居然看什么轮胎印啊？都看见车了。哎，关老师，车上没有发现任何不寻常的东西。不寻常的东西。就是指凶器啊、血迹，还有毒品什么的。红酒呢？什么红酒？当然是那瓶61年的拉菲。这钥匙插着，怎么仪表盘不亮啊？没油了吗？大灯开着呢。这电瓶没电了？也没人坐过。后备箱检查了吗？查过了，后备箱很空，只有随车配送的一些简易工具包，还有急救包什么的。哦，还有2瓶矿泉水。
这是个望远镜。记住了，以后在描述这种东西的时候，叫它具备测距功能的单筒望远镜。哎，马队长，对，就在设置路障旁边的山路右拐就到了。关老师，马队长就要到了，您看是不是先？嗯。别碰焦距啊！现在焦距固定在800米左右。那您的意思是，董乾就站在这个位置上，拿着这个焦距调到800米的、具备测距功能的单筒望远镜，肯定是在山谷前800米的某个位置上，能看到些什么，对吧？你们警校教不教数学的？咱们现在所在的高度大概是100米左右。如果这800米算作三角形的斜边的话，那么底边的实际距离是730米左右。可是这样也不能说明咱们前方山谷里730米距离这条线就一定有些什么呀？没错，也不排除他跟咱们玩了一次没有保险锁的蹦极。这搜山啊是避免不了了。搜山？当然，既然他弃了车，就只剩下徒步跋涉和跳崖这2种选择。你不是说他没拿矿泉水吗？这人呐，走不远。快吃点啊！怎么？还有视线不好看？您还真是尊老爱幼啊！跟我吃顿饭连烟都不抽了。确实没顾上啊。问你个问题啊，纯属八卦。你要想回答就回答，不想回答算了。问吧，反正我已经吃饱了。你觉得关宏宇是被冤枉的？哎，不是这问题啊，你肯定觉得他被冤枉。我想知道的是，你之所以觉得他被冤枉，除了感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为什么问这个？在调查的时候，你说你跟他分手了，那你现在怀孕，很矛盾啊。阿南，案件的第10页，你拿走的吧？你好，请慢用。我不能说一定是你包庇他，但我想知道的是，你也好，老关也罢，你们是他最亲近的人，同时又都是刑侦人员，而且你们都这么确定他是被冤枉的。我只是希望你们能给我一点点啊，除了感情和直觉之外，实实在在的理由。说来也可笑啊，唯一给了我一点线索和可能性，是关宏宇本人。本人？哎，你说我是信呢，我还是不信呢？你见过宏宇？哎，
哎，老关，你那边怎么样啊？那姓董的找着没？我说你怎么还在京港啊？我刚把申请交上去今儿，那得有时间批啊，是不是？而且持枪跨界押送犯人的，公安部是要点头的。我跟你说啊，这胡强早来晚来已经不重要了，你让亚楠接一下电话。哎呦喂，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在一块儿的？废话，实验室小徐跟我说高主任去赴你的宴了，赶紧的，我有事要直接问他。行，得嘞，稍等啊。喂，关队，你哎，你怎么样？挺好吧？啊，我没事儿，就是想听一下你的声音。你们俩都挺好吧？你放心吧，我琢磨这周巡再鸡贼，也不至于监听自己的电话吧。我一切都好，就是这案子出了点状况。等一会儿你可以跟周云说，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给你打的电话啊。哦，你是说你找到董钱的尸体了？啊，没错。不过不是董钱的，而且不止一具呢。这我不管，发电机也行，发电车也行，总之先给我支起急闪灯来，而且搜索工作绝对不能中断。谁知道现场还会发现什么？对，立刻去办。这蚊子也太多了。十分感谢二位啊，我这也是碰上10年不遇的大案子。局里啊，现在已经成立专案组，全力破案。今天晚上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不过至少可以把现场固定好。二位也辛苦一天了，这样，我先派人送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咱们明天再继续沟通，好不好？孙队，我们孙队，这地狱管辖的事儿就不说了，我们要找的是董钱，到现在还没找着呢。另外，如果这些尸体里包含我们京港的那个案犯所供述的受害人的话，也希望咱们市局能够跟我们共享一下这个案件的进展啊。不好意思，二位啊，接一电话。喂，喂，听在的，我在山里听不清。喂，什么？这么还认不过来？关老师，这里不就是处于董钱用的那个具备测距功能的单筒望远镜定的焦距上的距离吗？你说会不会是董钱杀的他们呀？那您刚才肯定是暂时敷衍孙队长，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地搜索到董钱，对吧？当然，那瓶61年的拉菲还没找着呢。在那个道上多注意安全。好了，哎，走吧。周队，哎，到了那边跟老关会合之后，先听老关的安排，我稍后就到。好，放心，我们一会儿就过去啊。然后那公安局那边申请。哎，亚楠，你都这样了，就别自己去了。江州那边有法医队，是有法医队，但是如果现场发现的尸体有呈白骨化的，至少是3到5年前的，再加上当地环境的影响，气温啊、湿度啊、植被啊、昼夜变化、生物环……行，不是我想贬低同行啊，在这方面的勘验水平上，咱们确实领先一筹。你可让小徐去呀。那好啊，小徐啊，周队说那边的事儿全交给你了，你去吧。真的呀？啊？不行，周队，我哪能行啊？不行，高主任，我是不行。不行啊？不行。行了，你之前不是刚跟我说过吗？大家都是干刑侦的，干活吧。行吧啊，自己小心吧啊。啊，来点儿，要不你就再来一个花生牛奶。不用了，我吃花生过敏，一吃就长痘痘。啊？什么？过敏？遗传吧？啊？那倒不是，我父母都不这样，就我这样。哎，我跟你说啊，周巡这孙子太不像话了，他以为他干什么我不知道，可这案子破的我实在是郁闷。不管怎么说，你是信任我的，
对不对，书童？当然了，关老师，我肯定是最信任您的。别关老师的，听着生分。咱们现在是工作以外的时间，叫我哥。关老师，我一直有一件事儿想不明白。说。我一直觉得你有2副面孔。有的时候吧，我觉得您严肃认真，行事得体，特别像我的长辈还有老师。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您更像一个普通人。那你更喜欢哪一个啊？关老师，我先上个洗手间。哎，你知道吗，书童？我早就想告诉你了，只有你能看见我的另一面。关老师，我队里增援就要到了。关老师，我先回宾馆写报告了。哎，我等会儿回去陪你啊。哎，再来瓶黑方。喂，老六，啊，是我啊。嗨，别提了。今天晚上你当班吗？啊，行，正好我过去找你帮个小忙。啊，对，还给你带了瓶酒啊。啊，一会儿见。麻烦您南山。关老师的手机还是处于关机状态。你俩昨天晚上怎么分开的？昨天晚上，你俩就是去了酒吧，去了，然后昨天晚上怎么着人家小姑娘了？你看把人家害羞的。我不是让你别过来吗？怎么又来了？啊？关老师，周迅什么时候到啊？应该是今晚。好。赵倩，这是孙队。啊，孙队。管辖问题解决了吗？公安部已经做出了指认管辖的确认函，应该这2天就会过来。希望我们2市的刑警通力合作，早日破案。好的。哎，公安部有那么快吗？大家总不能白来吧？让周队圆个谎呗。小徐，干活吧。好嘞。你是不是昨天没休息好啊？这一圈儿。暂时没有。怎么样？这5名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大概分布在4年间，死亡时间相应递进。第1具已经完全呈白骨化，根据技术队对衣物腐化程度的鉴定来推测，死亡时间应该在4年前。第2具虽然也呈白骨化，但是从骨盆位置、蛆虫的生长周期以及骨质风化的情况来推测，死亡时间相对更近一些，大概在3年前。第4具已经完全呈液化状态了，你看见尸体全身遍布那层绿色的东西了吗？
那个是脂肪腐败之后转化成为的湿蜡。最近的这具相对还算新鲜，虽然遭到昆虫和野兽侵蚀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是从指甲脱落的情况来看，死亡时间不超过3周。哎，那中间这具呢？中间这具软组织已经风干了，而且你看，左侧颅骨有处凹陷。凹陷，这是胡强敲死那个？准确的表述要去掉那个“死”字儿。被害人舌骨断裂，更像是被勒死的。难道胡强把他干倒了，另外有人杀了他4年间5个人，咱们得会同江州警方查一下这些年的人口失踪记录。4年的失踪记录啊，这下可有的查了。所有的死者从骨骼判断全部都是男性，而且是16岁到20岁的青少年，都是小鲜肉。哎，周雪，周雪，我的意见是，现在的情况下，你最好别离开井冈。关宏宇是通缉犯，江州这边也得破案。咱们是刑侦支队，不是他关宏宇的专案组。再说这边有你，肯定没问题。啊。对了，叶方舟那边怎么样？那个混蛋呐，他离开支队就把手机号码给换了。拨打过他其他曾经用过的电话呢，也都停了。那你闺女的手机没停吧？哎，什么意思啊？老揪着这个？不是，你看看啊，叶方舟恰恰这个时候联系周书彤，不像是偶然。无论出于保护你女儿，还是查到叶方舟背后的秘密，我都建议你跟进一下。行，快点走啊！老周，没有啊？我有办法。我被拉进了一个500人的单身群，约定好了，谁结了婚就要退群。3年后，我当了群主。他刚才说什么？他说他是群主。他是群主啊？他当了群主了。超搞笑的视频，超恶搞的段子，和脑洞大开神评论、神套路，尽在最右 APP。没事儿，千万别下最右 APP。从走访江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情况来看，董乾的口碑的确是中规中矩。老师们呢，大概都觉得他性格比较孤僻，不太喜欢跟人交往。学生们反映的也大多都是，什么照本宣科啊，作业布置的有点多，诸如此类的，都是什么没有价值的事儿。不过说到底，他也的确没有什么任何出格逾矩或者什么牵扯违法犯罪的行为。赵倩，从我们委托沈阳铁西支队走访的情况来看，董乾在永旺化工厂任职期间，曾有过不止1次猥亵甚至是性侵男性青年职工的劣迹。不过这类事情呢，一是比较尴尬，当事人也未必愿意闹大；再者，从法律上的界定来说，相对模糊，所以最严重的一次也不过是按违纪给了个处分。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再后来，化工厂发生泄漏。包括董乾在内，在岗职工幸存的一共有6名，每个人赔偿金是27万。董乾拿了赔偿之后，就离职迁居到这儿了。27万？那他东华园小区的房子？我查过了，总共是42万6，房子是按揭买的，还有一半现在还没有付呢。月供多少？1800。他那辆车至少20-30万吧？那辆车也是贷款买的，月供是2000。等会儿，他在学校的工资是多少？这个呀，我问一下。好话不嫌多，你继续忽悠江州的警方，让他们抓紧找这个董乾。无论如何，先把人找出来。好。
董钱在绩效了公司，再加上津贴补贴，总共每个月能拿到4600，但是刨去他3险1金，还有7七8八的，他只能拿到手的也就3000出头而已。然后他还要每个月交3800的贷款，然后他还有闲钱去古玩城淘货。别忘了，还有拉菲。照这么说，董钱真的是活得很奇怪啊。查清楚这个董钱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别的收入来源没有，然后让沈阳警方配合走访一下他的父母，搞清楚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哎，方便吗？没问题，你说。您等一下。喂，侯宇，周巡已经带着押运车过去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晚上就会到，到时候你就更难脱身了。放心吧，昨天晚上我已经找机会去了一趟南山军区，中间环节我就不说了。跟我接洽的是我当年非常可靠的一个战友。总之，这个安婷曾在南山军区武警部队服役多年，后来弄丢了一批报废枪支，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但是证据不足，所以没有定罪，但最后还是被开除了。这个安婷本是山西大同人，父亲早年病逝，母亲患老年痴呆症，现在还在大同一家养老院。他被部队开除之后行踪不明，据说是带了妹妹去京港发展。妹妹在安婷服役期间，老太太大概是觉得孤单，领养过一个女孩，但在记录上查不到，好像也不姓安。那这个安婷的母亲姓什么？好像是姓赵。姓啥？哦，对了，小徐，哎，小周好像找你呢。好，我去看看。对。怎么样？结果出来了吗？1号被害人，他在肋骨下方我们发现了多处刀痕，经过初步诊断是遭利器戳刺致死的。2号被害人的刀痕在颈椎前方，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被一刀戳穿了脖子。3号跟4号被害人很像，都是遭勒颈致死的。去除表面的湿蜡之后，我们甚至还能模糊地看到颈侧的勒痕。5号被害人是被溺死的，我们在肺腔提取的水质样品，怎么老觉得跟你一本正经的聊案子那么搞笑呢？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觉得我改邪归正以后，这魅力值大减呢？对了，关于死亡时间更确切的认定，我还需要去趟现场，找一些关于气温、湿度以及生物环境相关的检材。既然您来了，能不能陪我去趟现场啊？我想来也拦不住啊！哎，你得注意一下身体。知道。关老师，周书彤没找我呀？是吗？那可能我听错了吧？没事，你先忙吧。没事。姐，有东西砸着我了。没事儿。谁？姐，
我上个厕所。你干嘛？没听见人说吗？要上厕所，这多恶心！你要累就歇会儿。王老师，从董前东花园小区的走访情况来看，物业、保安还有同楼的居民都不止一次发现董前时不时的就带一些男性青年回家，但他因为是老师，所以大家以为他带学生回去补课呢，也就没有多想。但谁能想到？是，这个从现场情况来看呢，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董前，但也不能视为我们就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但是冷却期和被害方式都不一样的话，那关老师您是怎么确定的呢？是这样啊，我跟你说，这连环杀手不等同于疯子，有时候谋杀行为只是在实施某种犯罪的结果的延伸，也就是说，这凶手在行凶的时候未必就真的想置被害人于死地，但结果被害人死了。你看那第一具尸体，他是遭利器反复戳刺致死的。哦，那您的意思是，第一名被害人很可能是跟凶手在发生暴力冲突的时候被杀死的。第二具尸体呢，也是遭利器戳刺致死，但手法就利索很多了。颈部一刀毙命，凶手的手法进步太多了。但是利器所造成的开创性伤口会造成大面积的失血，其实对于他清理现场会很麻烦的。所以凶手就改用勒杀或者其他不见血的方式作案，而最后一名嫌疑人溺死的。这样看来，凶手的作案手法越来越成熟了。关老师，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你还好意思跟我说昨天晚上？哎，我喝大了，你人去哪儿了？你不管我呀？你跑哪儿去了？等我醒过来，我在街上飘了一宿，你知道吗？这天亮了我才赶过来的。你可真够仗义的。那关老师，那您是不是都不记得您昨天晚上说过什么了？关老师，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想告诉您。太阳出来了，你看得清楚那片树林吗？什么树长那样？这就是董前。对。他怎么自杀了？那边61年的红酒呢？来，快点，快点！小心头。慢点。来，姐。灯。兄弟。关老师，周队说还有1-2个小时就要到了，不过我们这边是不是要结案了？走吧，过去看看。刚刚测了吗？应该是自杀。应该是。不用那么咬字呀。从初步状况来看，没有发现与自杀相悖的证据。他是用拖车绳上吊的，绳索与勒痕相吻合，勒痕周围没有发现2次创伤，也就是说，董前窒息死亡是一次性勒紧的结果。而且伤口中的纤维看上去和上吊所用的绳索材质差不多啊，不过这部分还需要技术队进一步去确认。最关键的是，在他脖颈勒痕伤口处前后左右的多处淤伤和外表皮擦伤的情形判断，完全符合上吊死亡的特征。
手骨断裂，颈椎脱臼，下颌骨单侧脱臼。另外，四肢肌肉扭曲的状况完全符合上吊后身体悬空挣扎的情形。他什么时候死的？应该是48小时之内。现在尸僵已经消失了，他全身上下都非常柔软，和肛温显示的死亡时间也差不多。照你这么说，他确定是自杀了。你这么一说，好吧，可能我刚刚的描述有点不太准确啊。我基本可以断定董贤是上吊死亡。至于有没有人拿枪指着他，垒好石头，系上绳索，然后再套在脖子上，一脚踢开这些支撑物，就不是我能告诉你的。小周，来帮我扶下灯。哦，谢谢啊。你确定他是上吊死亡的吗？对，不过亚楠刚才也说了，光凭上吊死亡的认定啊，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性。即便是在被威胁的情况下，要想让一个人乖乖地完成上吊、自杀等一系列步骤，也难免会出差错。现场的吻合度不会那么高，是吗？怎么了？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你可以说来听听。有时候直觉，并不是没有任何现象或证据做依托的。你也许还没有掌握对于线索的整理和归类，但结论并不一定是错的。是这样啊，董乾消失以后呢，我们按照正常的搜索逻辑找到了他的车，然后从他车里找到了一个单筒望远镜，上面定焦的距离刚好让我们找到了一地的尸体，然后从抛尸现场回望，又很容易地找到了董乾上吊的地方，这一切都太顺利了。我觉得好像哪儿不大对头。你拿到那个望远镜的时候戴手套了吗？当然戴了。那个望远镜是什么材质做的？金属、复合塑料还是橡胶？上面有没有喷涂？这你查一下是什么材质做的。如果是常规的材料，上面应该有指纹。哎，你的意思是说，那镜头上可能有别人的指纹？重点是，那上面到底有没有指纹？哎，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轻装前进，知道吗？我就觉得，你说咱们去之前，是不是应该跟人打声招呼啊？宏宇特意支开周巡，就是为了缓解京港这边的压力。他要知道我去的话，肯定不会同意的。惹那个麻烦干什么？不，我就觉得我思前想后啊，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多呀。郭队，人押过来了，下来。好好放下，23，走。老关，哎呦，辛苦了，啊，亏了你和小柔过来，这才短短2天，这案子进展了一大块。没什么，不过队里要能拨出点经费，多给我们开一间房，我跟小周也能睡得踏实点，是吧？不是，什么情况？你们俩睡一间房？你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啊？我电话里不跟你说的很清楚吗？让你给关队一个人开一个单间儿，你怎么回事啊？啊？可能没听懂他，怎么就不明白呢？你顺着排水管从阳台窗户那爬进来，就没发现卧室里有没有人？我们一般进到别人家之后，都是先去门口把门给反锁了，防止房东突然回来嘛。然后呢？我锁好门，往回走，我就看见一个小伙子从卧室那个方向就走出来了。他出来的时候穿的什么鞋啊？啊？
我问你，他出来的时候穿的是拖鞋、皮鞋还是旅游鞋？他穿的拖鞋。我们俩打斗的时候，他因为穿拖鞋滑倒了，所以我有印象。接着说。然后我就从这儿，这个酒架上，拿了一个酒瓶子，使劲对着他的头打了几下。当时出了很多血，我有点吓懵了，我什么都没拿，打开门我就跑了。那瓶子碎了吗？碎了。在哪儿碎的？就在大概就这儿。他当时怎么躺的呀？头朝哪儿，脚朝哪儿？躺下给我看看。他当时头朝这边，就这样。怎么着，老关？觉得地板被换过？我看这地板缝隙之间颜色差不太多，应该没被调换过吧？王啊，把技术队叫来，把地板全给我撬了。得嘞。周队，这是我们总队的李队长。新来的周队。李队长，你好。你好，你好，请坐吧。哎，好。我们沿着江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方向跟进调查，发现最近遇害的4号、5号被害人啊，都是该校辍学的学生。2位受害人生前都或多或少受到家庭的影响，导致耽误学业，平日里结交了许多的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从东花园小区保存的监控视频里啊，我们已经查到了最后一名被害人和董乾共同进入东花园小区的记录，时间上啊和法医给的死亡时间基本上吻合。此外，我们也在对近些年这个范围特征内的失踪人口报案进一步筛查，相信很快就能锁定所有受害人的身份信息。周队，您这边啊，正好资料，我们在胡强指认的地板下面发现了血迹和红酒残留。他在2年前的9月15号入室行乞，并且伤害了一名男青年的犯罪事实已经被证实了。再联系咱们两边的法医对3号受害人的检验的情况来看呢，3号受害人和这个男青年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3号受害者是死于舌骨断裂，说白了吧，也就是被勒死的，并非胡强所为，应该另有其人，或者很可能是董乾干的。这儿。目前案件勾勒出来的大概情况是，董乾作为曾经在沈阳多次猥亵乃至是性侵多名男性青年的潜在犯罪分子，移至到江州以后，不止一次的诱骗辍学、无业，甚至是有类似境遇的青少年到自己家中实施性侵害。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的受害人没有遭到杀害，只是没有报案。哦，另外我们关队认为这个案子还有一些疑点。关队。